如果你还搞不清楚平衡输入怎么用，在输入极限那一段会有你想收藏的知识。我要给漫步者点个赞，这是今年拆的第2个音箱，也有手提袋。虽然开箱后会丢掉它，但这个袋子减少了很多滑落磕碰的概率。还有就是说明书很简洁，只有2页就把问题说清楚了。M24BT 它包装箱里面只有3根线，电源线长度180厘米，是新国标的结构。RCA 输入线长度170厘米，另一头是3.5毫米的耳机插头。副音箱的输入线长度300厘米，4 pin 的连接器，高低音分开传输，有防插反的设计。包装箱里还有一对海绵垫，密度中等，能让音箱上扬6度。宝箱的目的主要是针对中低音喇叭。新买的音箱喇叭的活动部件，比如高音的折边，还有中低音的折边和里面的弹簧板，或多或少会残留一定的应力，也就是说有点紧绷。如果紧绷的比较多，听起来就有点像手压住了喇叭的感觉。宝箱这个动作就是在短时间内强制喇叭大幅度的运动，把紧绷的应力释放掉。你去找一首低音比较多的音乐，把音量加大到能看见中低音喇叭明显的震动，但是不用开到最大，让它连续播放48到72小时，低音就会慢慢的比较有弹性，放得开，也就好听了。其实 M24BT 可以直流供电，有些电瓶车的电池组就能够直接给它供电。来，先看测试。M24BT 在交流34伏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并且连接了蓝牙。虽然它的标注是在交流100到240伏，但是我测试过了，在交流60伏，用最大音量播放动态比较大的音乐是可以正常播放的。适当超过一点额定值，电压升高到交流250伏，也可以最大音量播放。等等，还没完，换成直流供电。直流电压在38伏的时候，可以让它启动，并且连接蓝牙。经过反复试探，直流80伏的时候，可以最大音量播放。高压端直流350伏，也可以最大音量播放。所以 M24BT 的电源适应能力是超过它的标称值的，在交流60到250伏，还有直流80到350伏都可以正常工作。很多人一直很疑惑 ，M24BT 有80瓦的额定功率，但电源插孔输入只有55瓦。难道80瓦是假的？其实不假。你看这2个音箱标注的失真限制功率，高音最低只有10瓦，中音稍大也只有15瓦，而低音最大有30瓦。也就是说，在音乐当中，只有低音，也就是肉眼可见喇叭在明显震动的那个时候，才是功率消耗最大的。目前这段动感音乐，我把音量开到最大，再放一遍。在高潮的部分，平均输入也只有27瓦，偶尔会逼近30瓦。换一段舒缓的音乐，低音的数量会更少，音量也开到最大，看平均输入降低到了10几瓦。其实所有音乐的大动态低音部分一般只有20%到40%，所以80瓦的最大功率只会偶尔出现，由储能电容来提供能量。55瓦的电源功率其实已经绰绰有余，储能电容在80瓦消耗的能量会在大多数没有低音的时候迅速补上。
M24BT 在拔掉电源的时候会记住开关机的状态，但是目前的固件版本在停止播放和断开蓝牙以后不会自动关机。手动关机后的功率消耗有 0.3 瓦，虽然不大，但长时间不切断电源，电源模块会加速老化。手动开机后的静态功率消耗有 3.3 瓦，会在音箱里面慢慢积聚热量。你看，在28度的室温环境下，中小音量连续播放了24小时，箱体会有明显的发热。箱体正面最高有 30.5 度，箱体左侧最高有 31.5 度，箱体背面最高有 33.9 度，是主要的散热面，而箱体的顶部只有微弱的发热。在箱体的右侧最高有 33.3 度，比左侧会高一点点。虽然表面只有30多度的温度，但里面一般会达到50度左右，所以长时间不用，记得完全断电。这既能减小火灾隐患，也能够更加环保。我觉得这个留言应该可以终结了。我们极端一点，把音量开到最大，保持蓝牙连接。做底噪测试不要有任何的输入连接，不然无法确定是底噪还是输入噪声。我先把音箱转过去，给升压计开机。我的工作室外面是马路，噪音很大，所以环境噪音加上摄影灯的风扇噪音大概在34到37 dBA 之间随机跳动。先看主音箱的低音喇叭，连上 AUX 确定喇叭有输出。现在的数据是40 dBA， 靠近听确实有输入的噪声。很多人说音箱有底噪，其实就是这种情况，有输入线连着。我纠正一下，这种情况不叫底噪，叫输入噪声。拔掉 AUX， 数据是37 dBA， 接近环境噪音。多出来的这一点点增量是物体靠近后反射声波叠加的环境噪音。不信你自己用手掌靠近耳朵，也能够感觉到环境噪音变大了一点点。换成高音喇叭，即使有 AUX 连着，数据仍然是37 dBA。拔掉以后还是37 dBA。换成副音箱的高音，现在有 AUX 连着，数据是38 dBA。拔掉以后还是37 dBA。最后换成副音箱的低音喇叭，有 AUX 连着，数据是40 dBA， 这是输入噪声。拔掉以后还是37 dBA， 所以我相信 M24BT 有微弱的底噪，就算增加的这 0. 几 dBA 是它的底噪，但是环境噪音远比它大得多。除了底噪，还流传一个说法，说漫步者的音箱左右声道不平衡。我让电脑用蓝牙跟 M24BT 连接，走数字通道。因为电脑声卡的 DAC 它有可能存在左右声道不平衡。你看，左声道稳定以后是 104.2 dBA， 右声道稳定以后是 104.5 dBA。这 0.3 dBA 的差距跟房间反射波叠加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房间并没有安装任何的吸音材料，所以底噪大还有左右不平衡的这个留言，至少在 M24BT 是可以终结的。音量开到最大，我们以坐姿的距离测试一下最大声压级。声压计的单位是 dBA， 记住它不是 dBSPL。 40赫兹有73 dBA， 55赫兹有67 dBA， 125赫兹有95 dBA， 1000赫兹有103 dBA， 8000赫兹有97 dBA。 这个测试结果是正常的声压级范围。
除了蓝牙，其他4个都是模拟通道。我们对比一下模拟和蓝牙的音频延迟。记住这根黑线，它过12点的时候会发出滴滴滴答的声音。你在感受音频延迟的时候，别用无线耳机和无线音箱，因为会有延迟叠加。正面这个多功能复合旋钮可以开关机、调音量，还有选择预设好的音效模式。但是更详细的操作还是需要用到手机 APP。在设置页面里，可以阅读电子版的说明书，可以进行声道的配置。这个功能其实挺有用的，因为默认情况有输入接口的是右声道，但是如果你的电缆布局都在左边，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把它设置成左声道。然后你还可以查看蓝牙的配对记录，设置高清音频编解码，也就是 LDAC。 对于蓝牙的提示音，你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还可以遥控 MRSBT 直接关机，还能够恢复出厂设置，还有查询真伪。在主页这个声学调校的按钮，在里面可以做低切、空间声学调节，还有桌面反射的控制。这些调节在音箱的背后有详细的描述。这几个按钮是 EQ 的调节，有监听和音乐2种预设模式，还有一个自定义的模式。自定义模式是一个9段式的 EQ 调节，每一个频点可以在正负 3dB 的范围内进行调节，而且还能对监听和音乐模式独立进行自定义。对了，还有音箱和 APP 的操作，它们是互相联动的。在主音箱的背后还有2个旋钮，是独立于 APP 进行操作的。高音调节的 F0 是10千赫兹，低音调节的 F0 是125赫兹，都可以在正负 6dB 的范围内进行调节，这可以进一步的改善高低音的分量。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不要迷恋云视听，因为你听到的并不是 MRSBT 现场发出的声音，所以这个视听只需要感受一下蓝牙和模拟输入的区别，但是你听到的有多真实，这取决于你的手机外放还有电脑喇叭的品质了。
蓝牙需要在设置里面开启小金标才能够支持 HiRes。测试40千赫兹的播放需要用 HiRes 的录音机才能够听到。现在是蓝牙输入，我连续启停几次，你看电平表和示波器可以看到40千赫兹的播放。示波器的测量结果是40千赫兹。切换到 RCA 输入，观察电平表和示波器，我把波形锁定，凑近看，结果还是40千赫兹。切换到 TRS 输入，连续启停几次，明显能够看到40千赫兹的音频，凑近一点是40千赫兹。切换到 XLR 输入，没有疑问，这两个专业信号输入通道都支持 HiRes， 凑近确认还是40千赫兹。把音箱转过来，连接 AUX 输入，在连续启停的测试下，能够清晰的看到40千赫兹的音频。所以 MR4BT 这5个通道全部都支持 HiRes 标准。这个部分的测试会比较有收藏价值，我会告诉你专业信号和民用信号它们的区别，还有这些接口都应该输入什么样的信号。前面的 AUX 和后面的 RCA 输入是非专业的民用音频接口。其实漫步者对混乱的民用音频输出做了很大的包容。为什么要说混乱呢？你可能以为这个还有这个，它们输出的信号都是一样的，但是通常只有标注了线路输出的 3.5 毫米插孔才可能是一样的。然而大多数的耳机插孔并不一样。你看，我播放0 dBFS 的最大数字音量的时候，再把设备音量开到最大。这台笔记本电脑耳机输出的是峰值 3.21 伏，而这台 MacBook 输出的是 2.81 伏， Mac mini 输出的也是 2.81 伏。手机输出的信号最小，只有 1.69 伏。4个设备只有苹果电脑输出的是一样的。现在测量 AUX 的输入极限，音量开到最大的时候，线幅点在峰值 2.1 伏，但是音量减小到25的时候，线幅点变成了 3.3 伏，音量在20的时候，线幅点变成了 5.8 伏。刚才的4个设备在最大音量下，只有手机不会过载，但把音量减小到25， 4个设备都不会过载。切换到 RCA 输入，音量最大的时候，线幅点在 2.5 伏，音量25，线幅点在 4.1 伏，音量20，线幅点在 7.0 伏。刚才的4个设备最大音量下还是只有手机不会过载，所以 AUX 和 RCA 输入音量需要调低到25以下，可以包容大多数的耳机插孔。在公开的规格书上讲， XLR 和 TRS 的输入灵敏度是1228毫伏，其实这对应的就是正四 dBu 的标准专业信号电平，也对应的是峰值 3.47 伏。测量平衡输入需要一个信号反向器，让它产生一个相位相反的信号，才能够构成平衡输入的信号。现在这个紫色的信号是正四 dBu 在音箱里面看到的样子，信号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是什么样呢？首先它没有了反向信号，你看紫色的线和黄色的线重合了。然后负10 dBV 的峰值只有 0.89 伏，我需要加大示波器的刻度才能够看见黄色的波形，它们合成以后，紫色的波形幅度小了很多。左边是正4 dBu 的专业信号，右边是负10 dBV 的民用信号，看出区别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用民用的非平衡信号从平衡端子输入，音量会很小的原因。现在有了平衡信号，我们先测量一下 XLR 的输入极限。在音量最大的时候，线幅点只有 2.4 伏，这是小于正4 dBu 的 3.47 伏的。
意思就是说灵敏度提高了，对于小的信号会有轻微的放大作用。音量降低到27的时候，线幅点是 3.5 伏，接近正四 dBu 的 3.47 伏，这是0 dB 刻度的位置。音量降低到23的时候，线幅点是 4.9 伏，输入灵敏度又进一步降低了。这个现象跟 AUX 和 RCA 输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M24BT 的总音量控制是在前级放大器的前端，能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现在切换到 TRS 输入，音量最大的时候，线幅点是 2.6 伏，也是有轻微的放大作用的。音量在28的时候，线幅点是 3.5 伏，接近正四 dBu， 也就是0 dB 的刻度位置。音量在23的时候，线幅点是 5.5 伏，输入灵敏度降低了。汇总一下结论， AUX 和 RCA 输入音箱的音量设置在25以下，可以在不触发线幅器的同时去兼顾大多数的耳机孔输出信号。如果你的调音台输出是正四 dBu 的平衡信号，想要0 dB 刻度对齐，可以把 M24BT 的音量设置在27或者28。最后还有，官方资料显示4个模拟输入通道是可以混音输出的，但是还有惊喜。蓝牙连接以后，它的音频播放同样也能够和模拟通道一起混音输出。主音箱的旋钮还有输入输出接口是在箱体上开了一个槽做的隐藏。新音棉比以往拆过的更大一点，没有粘贴在喇叭上，厚度有20毫米。前面的装饰面板里面有不少的加强筋，凑近看，每一条加强筋差不多有1毫米的厚度。整体的重量达到了102克，这些重量主要都用在了正面的厚度上。副音箱的背板只有导向孔还有输入线开了2个小孔。输入接口除了箱体的密封垫， PCB 还做了密封的盒子，保证箱体不会漏气。导向管是塑料的，直接镶嵌在了背板上，孔壁挺光滑，有镜面的效果。用料还是足够厚的，总共的重量有59克。低音喇叭有1037克，振膜有类似碳纤维的纹理，而且振膜的行程也比较长，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单侧运动的幅度。音圈的直径目测是在20毫米以上，振膜的直径是 4.5 英寸，交流阻抗是 4.8 欧姆。高音喇叭有168克，丝卷膜摸起来是相当的柔软，振膜的直径是1英寸，交流阻抗是 7.5 欧姆。主音箱的背板除了导向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开孔，是用来容纳功放和电源模块的。音量旋钮、耳机和 AUX 的插孔是通过这根排线跟主板连接的。在箱体上只开了一个小孔， PCB 上面有对应的密封垫。你看 LED 还有这2个插座都有打胶固定，主要是用来防止震动产生异响。这个是电源插孔的密封垫，这2组输入插座都包围了一圈密封垫，而且主板上所有的接口依旧做了充足的密封。这个连接器的胶打得似乎有点太多了，但不影响观察，不拆了。主板的背面依旧没有太多的电子元器件，主要是功放的散热片。正面的
这个位置是蓝牙天线和主控 SoC。蓝牙芯片的型号是 JL7016C。这个位置是德州仪器的 PCM1861，是一个 ADC 芯片，采样率最高可以达到192千赫兹，这也是 HiRes 指标能够实现的根基。ADC 芯片上面是4个运放，型号是 OP1678，也是德州仪器的芯片，是一个低失真的音频运放，4个模拟输入的通道各对应了一个独立的运放。你看这个位置，蓝牙芯片的旁边还有一颗 OP1678，蓝牙通道也用了运放，这就是为什么蓝牙信号能够和模拟输入一起混音输出的原因。这2个位置是功放芯片，型号是 ACM8625S， 是一个内置 DSP 芯片的地类功放，它的音频输入用的是数字码流，高低音分频还有 EQ 调节就是用它的内置 DSP 芯片来完成的，所以整个系统用的是数字2分频的方式。电源模块有2个很厚的散热片，大体积的元件都打了胶固定，整个做工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洁规范。主控芯片的丝印是 362L15， 电源和主板的支架是铁的，重量有277克，厚度有 1.9 毫米。看到没？音箱的脚垫是硅胶做的，而且足够的柔软有弹性，几乎是不会划伤桌面的。看我拆脚垫这么痛苦，你应该猜到它的双面胶粘性有多大。从喇叭的开孔可以看到前帐板的截面，板材的材质还是足够均匀而且干净的。后面板也能够从开孔的位置看到板材的截面，材质也是同样的均匀而且干净。拆空以后的副音箱箱体有1621克，主音箱箱体有1499克。上下左右4个面的板材，我在随机的位置切开以后，能够看到板材的材质同样也是均匀而且干净的。前帐板的厚度有18毫米，顶板的厚度有12毫米，右侧板厚度12毫米，左侧板厚度12毫米，底板的厚度还是12毫米，背板的厚度还是12毫米。所以除了前帐板是18毫米的板材，其他的面都是足量的12毫米板材。好了，看完了拆解和测试，你对漫步者 M24BT 是什么评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